听我一句话，退吧。索大人，以咱们这几十年的交情，就凭您这一句话，我把脑袋都可以给你。可这件事不成啊！我鳌拜的为人，你是最清楚不过的。你忠于皇室，我也是啊。我是为了咱们大清啊！我是为了咱们八旗子弟用血用命打下来的江山呐，索大人。这小主子现在满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？他想的是满汉一家呀，那不是在走顺治帝的老路吗？你去看看他给大阿哥起的那名字，程瑞。这不就是汉人的名字吗？现在让他亲城，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，闹不好就会拱手让给那些南蛮子啊！索大人，鳌拜啊，你应该知道，咱们这些当奴才的，只有尽忠主子。我不是说不让位给他。我是说，我觉得现在不是时候。你索大人一生忠贞，可是我想问你一句，你觉得你做的那些，他值吗？您的孙女入住皇宫，当上皇后，这在外人的眼里是多么风光无限。其实呢，自他的入住皇宫起，就从来没有得到玄烨的宠幸啊！您静下心来，好好想想吧，我的老大哥。爷爷，您觉得舒服点了吗？舒服。芳儿啊，要说爷爷呀，那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。爷爷能得到皇后娘娘擦身的恩宠，这天下只有我索清福一人而已呀。芳儿啊，你过得好吗？芳儿过得好。我芳儿快乐吗？芳儿很快乐。那我芳儿在宫里边满足吗？芳儿不满足，但是芳儿很快乐。她快乐，我就快乐。爷爷是个大英雄，是巴图鲁，一生为国。可是芳儿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女子，心里面装的就只有她的男人。那皇上心里有我芳儿吗？有，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我有多么重要而已。他是绝顶聪明的，不过对女孩子的心事，他就是不懂。男人嘛，满腹心思全都放在国事上了。那我还没做错呀。爷爷，爷爷，您别担心，芳儿相信，总有一天呢，他会知道的。
月圆之夜，20多年前，也是一个月圆之夜。抚顺一战大胜，大清终入主中原。20年前，还是一个月圆之夜，我决定了助福临与多尔衮对抗，赢了漂亮一仗。6年前，又是一个月圆之夜，福临乘龙归天了。在风起云涌的乾清宫里，我助玄烨坐上了宝座。今天仍是一个月圆之夜，我已走到人生的尽头，我还要助谁？还要助谁呀？够了，争斗了50年了，够了，助谁也不重要了。万般带不走，争斗什么？本来就没有意思。娘娘吉祥。爷爷，花儿给您倒茶来了。皇上，时候不早了，您是不是该歇着了？睡不着，心里怎么这么不安呢？奴才知道您还惦记着前朝的事儿，可是您也得注意您的身子骨啊。皇后娘娘求见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皇上吉祥。起来吧，坐下说。臣妾深夜进宫，是有一事，想亲自告诉皇上。爷爷他走了，他是笑着走的。口讯传了，臣妾告退了。奴婢告退了。皇上吉祥，朝中有事吗？
需要我去做的吗？朝中没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我要吩咐你做的，就是别想太多，别太伤心。你是皇后，要母仪天下。啊，好，我会的。我不是一直都在尽心尽力的去做吗？我有失过身份吗？如果臣妾有错，请皇上体谅责罚。你有错，你的错就是从来没失过身份，你的错就是永远那么得体。哭吧，别再撑着了。皇后也是凡人，哭吧。那太好了，索尼这老头死了以后，没人再敢主张亲政，以后朝中啊就是叔叔独大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索尼死了，你们怎么还高兴啊？奴才老矣，见恶病缠身，相信已不久于人世。奴才每每恳求上苍，多赐奴才数年岁月，非为奴才贪恋人世，只唯恐不能亲眼看大清在皇上治理之下得万世兴隆而遗憾。今奴才行将去矣，哀然，哀然。奴才虽死，魂却在望京台不散，岂能庇佑皇上龙体壮健，国力日强？纵九转不能回世，奴才亦心甘情愿。奴才恳切奏请，扶起皇上见奴才一片忠诚，早日亲政，奴才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瞑目了。奴才索尼绝笔。索尼这遗书真是晴文并茂，让人感动啊！而且这遗书流传甚广，百姓间皆争相传阅。遗书？对，索尼知道自己快死了，还挂念着皇帝亲政之事，所以在病中强撑起来，写下这奏书。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呈上，就已经身故了。这索尼真是忠心呐，实在令人敬仰啊！对呀，这么一个大忠臣的遗书，怎么可以不理呢？皇上确实该亲政了。对，什么遗书？这分明是捏造的。据说索尼一病，连病榻都离不开，他怎能写下遗书？可是皇后娘娘说是她亲眼所见。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难道还会有假吗？难道就不会吗？会不会不打紧，重要的是能不能怀疑她。皇后嘛，谁能怀疑她说假话呀？索尼真厉害呀，真不愧为4朝重臣。人都死了，余威还在，而且比生前更加威猛无比呀。敖大人要增加兵饷，可是目前国库不丰。好了，别再说了。你说那么多能解决什么呀？国库不丰，那我们就增加赋税好了，总不能让前方的将士饿着肚子打仗吧？好了，你下去吧。这各位臣工，还有谁要启奏吗？皇上，奴才有事请奏。苏清府请讲。先首辅索尼，一生忠心为国，
虽在生死之间，仍惦念皇上亲政一事，写下遗书，其中可敬，其情可感，实是大臣典范。而所供遗书在民间，真是好口才呀！百姓请求皇上亲政之声。苏格萨哈搬出了索大人的遗书，他也是辅臣，鳌拜对他奈何不得。大清之福也。启禀皇上，臣也有奏，臣恳请皇上亲政。臣恳请皇上亲政。恳请皇上亲政。恳请皇上亲政。朕年幼识浅，恐未能担此重任。敖景府，奴才在。此事还是交给辅臣们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讨吧。这经查各部院结果，奴才等你吏部尚书安达里、刑部侍郎石申革职，工部尚书叶承娥降3级，随其行走，以兵部尚书阿斯哈为吏部尚书，郑白旗都统马尔赛为工部尚书，其他2品以下官员升调，句句奏折上呈。好了，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吗？朝政之事，你们说了算，不用事事都来请示我了。不过你们3个人也不能独断专行，要广纳臣工之见，以百姓为尊，知道吗？奴才领旨。怎么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启禀老佛爷，朝中有超过200臣工上奏，祈求皇上早日亲政，请老佛爷定夺。你们可都是辅政大臣，皇上是在你们眼皮子底下长大的，你们都是他的长辈，让他亲政，他可以吗？你们是怎么看的？说来听听。回老佛爷，皇上睿智聪明，见识过人，奴才祈求皇上早日接掌朝纲，以正帝统。鄂必龙啊，你说说看呢？回老佛爷，奴才也深表赞同。鳌拜，鳌大人，您看看皇上他有这个能力吗？回太皇太后，刚才太皇太后不是说过吗？我们该广纳百官之见，以百姓为尊嘛。既然是百官上书，民心所向，那么皇上亲政是顺从民意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
我老太婆要是再反对的话，那就显得我老太婆不识大体喽。反正皇上也要亲政了，我心里的这块石头也就该落地了。在慈宁宫里煮煮茶，调教一下我的玄孙子，也该享受我的天伦之乐了。亲吧，亲吧，亲就亲吧。没什么事的话，就都下去吧。谢太后，奴才告退。好兄啊，以后你我两人乐得清闲，可以多多亲近。我们一起喝酒狩猎去。敖大人，鄂大人啊，鄂大人，你好。我就先告退了啊。敖大人，怎么样了？皇上亲政的事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赞成呗。那敖大人不就大权旁落了吗？会吗？啊？别以为自己是赢了，你没有赢，只不过是没有全军覆没罢了。虽然是没赢，只不过这次，皇上，这场战斗仅仅是个开始。你失去的是个大战舰，幸好你捡回来一张小帆。有了这张小帆，你可以驶出港湾，向大海驶出第一步，开始你新的征程。可是前面还有惊涛骇浪在等着你呢，这就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皇上，这张小帆可是皇后替你捡回来的，否则你就真的是全军覆没了。皇上，回去吧。别告诉皇后，这。是还没放下吗？还没放下冰月吗？是不是害怕跟我走得太近，会突然发现，原来自己内心深处喜欢的是我，对吗？今天是朕初次亲政，朝中之事还得倚重各位臣服，大家务必上下一心，为社稷尽心尽责，开拓我大清万年盛世。好了，各位臣工有什么要禀报的吗？禀皇上，
奴才有一事奏请。班布尔善，请说。回皇上，朝中事务一向由辅臣把持，辅臣们处理朝中事务有条不紊，是为社稷之福。皇上初亲朝政，对6部事宜还未熟识，为朝政能一贯上行下达，奴才恳请皇上委3辅臣继续辅政。这么多人来跟朕说，请朕让辅臣们继续辅政，只要让外面人看见了，还以为你们在逼宫呢。好了好了，朕只是跟你们开个玩笑而已。其实，让辅臣们继续辅政，恰恰是朕今天要办的第一道圣旨。苏萨哈、鄂必龙、鳌拜，奴才在。奴才在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们辅政有功，朕就下旨让你们继续辅政。议政王大臣会议还是由康亲王把持。臣领旨。你们可得帮朕好好干了。谢皇上。很少看到皇上这么开心啊。是吗？他真的很开心吗？承认。你说阿玛亲政和不亲政有什么区别？朝政还是鳌拜把持。当然有，区别就在于，你比以前更弱，从没权势到没依靠。他们这一上奏，请让辅臣继续辅政，那跟逼宫有什么区别？有。从此皇上可以亲自下旨，权力来得更名正言顺。皇马们说得对，亲政我只捡过一只小帆，可以乘它出海。殊不知我已失去一条战舰，难道我真的输了？不，我觉得这正是您强的地方。没错，这正是我想的。那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曹议，你听过郑伯克段渊的故事吗？没有。《左传》里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一位国君，他的幼弟仗着太后的恩宠，总是桀骜不驯，犯上作乱，意图夺位篡国。可是国君呢，却姑息之，纵容之，目的是让他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到后来，他的弟弟真的明目张胆地起兵造反，国君才发大军一举克制。哦，皇上就是要鳌拜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没错，目前的朝政是由鳌拜把持着，皇上就是要让他众叛亲离，让他尽管骄横跋扈、为所欲为。等时机一到，不踌躇他，要他灭亡，先让他颠覆。我越纵容他，他越多行不义，越让人不服，对我越有怨。待时机成熟的时候，再上下一心，一举歼灭他。康熙从此不再理会朝政，对鳌拜言听计从。鳌拜大权在握，对不听话的大臣肆意喝骂，轻者贬官，重者处死。
同时，康熙赐婚和硕阙公主与鳌拜侄儿纳尔都，并赐鳌拜女儿与郡王兰布完婚。鳌拜极得荣宠，而康熙每天都跟一群年轻布库玩摔跤，闲时逗逗小阿哥为乐。踌躇满志的鳌拜则以为康熙不思进取，康熙疏于防范，却不知危机已迫在眉睫。哎呦，嘿嘿，这不是苏大人吗？哎呦，眼瞅着清闲了不少，怎么样啊？还好吧？总不如马尔赛大人好吧？哎，下官呐是祖宗庇佑了，生在正白旗，哎，被那个他妈什么正白旗辅臣呐弄得地也没了，田也没了。哎，连生个孩子、请个奶妈喂奶的银两也没了。还好祖宗庇佑，下官有双快腿，跑得快，要不然呐，跟着那帮窝囊废一起沉沦，就真是丢人了。苏大人，你别往心里去呀，我可不是说你呀。走吧，走吧。哎。皇上，哦，奴才苏克萨哈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苏继父，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怎么？没干嘛，没干嘛。奴才现在还能干什么呢？奴才就像皇宫中的一根柱子，大臣们遇到他，可以视而不见，可以躲开他，也可以对他辱骂和诅咒。怎么会呢？你可是苏克萨哈，满洲第一才子，这一亲政了，还得好好倚重你的。皇上，奴才积功冒进，多有开罪皇上。可现如今，奴才落魄了，以往共享富贵的，马上转过嘴脸去。可皇上，苏亲父别多想了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奴才谢过皇上关怀，奴才告退了。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？又受了谁的嫌弃回来了？哎呀，怎么说，您也是三辅臣之首，位极人臣，怎么总是郁郁寡欢的样子？哼，就是因为位居这三辅臣之首，排名在鳌拜前面，鳌拜已经容不下我了。那既然如此，不如退了好了。辞官归故里？对呀，什么朝政都不管了，乐得清闲。好，即便走，我也要将鳌拜一起拖下来，来个鱼死网破，同归于尽，也算报了小主子知遇之恩了。哼，鳌拜呀，别以为我苏克萨哈是个等闲之辈。各位臣工有什么要上奏的吗？回皇上，各位臣工的奏折都在老臣处，待老臣批阅之后
再交皇上定夺。好啊，朝政有敖钦府把持，那朕就乐得清闲了。要是大家没什么事上奏的话，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皇上，奴才有一奏折要上呈。你要辞政，去为先帝守灵。回皇上，奴才才庸识浅，蒙先皇帝眷育，播授内大臣，夙夜诵具，恐负大恩呐。更蒙先皇帝恩宠，委以辅臣之职，奴才唯有尽心竭力，报效朝廷。现皇上公亲大政，令奴才往守先皇帝陵寝，如获其责，以报全胜。苏大人，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本官的奏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就是还政于地，为先帝守灵以表忠贞。皇上既已亲政，本官不退，就是贪恋权位，令亲政名不副实，有负皇上圣宠，是不忠不礼、不仁不义之所为。苏格萨哈善勇可嘉，辞政一事兹事重大，那朕就不多说什么了，还是交给辅臣们和议整王大臣会议去商议，再做定夺吧。苏克萨哈言辞虽然有些过火，但他愿为先帝守灵，却是一片忠心呐。对，他是3朝元老，为国尽忠30多年了，想退也合乎人情啊。反正啊，他在朝中已是无差可办，无所事事，让他退下来，对大局也无损嘛。啊，那就让他在先帝的皇陵度过余生吧。啊，敖大人，你看呢？启禀皇上，鳌拜敖大人求见。传。这。奴才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清府啊，摔跤这玩意儿真是越玩越有意思。哎，对了，敖清府不是大清的巴图鲁吗？以后你就当朕的老师，教朕摔跤之术吧。啊，奴才遵旨。只不过，奴才以为皇上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政务上才是。朝政嘛，有你们辅臣把持就行了。朕玩玩摔跤，哄哄孩儿，乐得逍遥。哎，清府，坐啊。对了，敖清府，有什么事吗？皇上，苏克萨哈奏请辞政守灵一事，议政王大臣会议已有定案。是吗？臣等定了苏克萨哈24项大罪，项项都是死罪，请皇上过目。24项死罪。朕不用看了，敖钦府说就行了。这其一，奏请辞政守灵，是心存积怨，以辅臣之尊而守灵，好让百姓感到朝廷弃辅臣如敝履，实施污蔑皇上。其二，当
当年哭送先皇子宫时，竟敢骑马；其三，竟敢用先皇帝陵寝之灵器自家查访和处罚；其四，议政王大臣会议里传出来的，鳌拜定苏克萨哈24项死罪，有些是翻旧账，有些根本就是莫须有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处死苏克萨哈。上次圈地，他就杀了1名中堂，2名封疆大吏，已是过分。这次皇上才刚刚亲政，他又要杀掉1名辅臣，而且是地位比他还高的辅臣。可是这24项死罪是经议政王大臣会议敲定的，这么说，这就是说，那些王爷辈了大臣们，全在他鳌拜的淫威之下，让他鳌拜一手遮天。既然是一手遮天，何必要那么毒那么狠呢？24项罪状，罪罪当诛。既然辅臣们如此这般料理朝政，让朕甚感欣慰。既然敖大人说他该死，那就杀了。好了，敖钦府回去办差吧。朝政呢，你去对付；这些布库嘛，就交给朕好了。来，坐吧。谢皇上。本以为你定会憔悴不堪，没想到你还神采奕奕的。哎，这刑部大牢里怎么会有鱼有酒呢？回皇上，这都是鄂必龙送来的。他知道奴才喜欢吃鱼，于是啊，天天都送来新鲜的，而且还暗中关照。要不，奴才在这牢里怎么会这么舒坦呢？啊！没想到这鄂必龙还真是有情有义啊。苏大人，我看你进来以后，精神反而比以前更好了。事情定了，这心情啊，反而轻松了，不像以前心总悬着。现在朝中大臣都觉得奴才不值，奴才反而捡回了尊严。在这里啊，再也不会有人侮辱奴才了。奴才混迹官场半生，总是提心吊胆，因为奴才知道，在这世上没有常胜将军。现在被关进牢里，奴才啊，反而觉得释然了。想不到你死到临头，说话还有些沉稳。奴才还有一句话想跟皇上说，请讲。奴才曾听过一个西洋故事，说在西洋古时有一头巨兽，它不停地吞噬其他猛兽，吞噬以后，那头猛兽就会变成它身体的一部分，它还要继续地吞，以供养依附在它身上的其他猛兽。现在的鳌拜就是这头巨兽。皇上，你要向他开战，就等于向他身上所有的猛兽开战，这将是凶险无比的呀。无论如何，奴才在九泉之下也会庇佑皇上。这不单是为了皇上，
亦是为了大清社稷。愿皇上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大清社稷得享千世万世，但奴才就死得瞑目了。居中，儿子多大了？啊，快2岁了。冰月呢？冰月还好吗？啊，还好。你看你，自从有孩子之后，从未回过福建祭过祖。明天回去吧，带孩子一块儿回去，让你爹看看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皇上，自从认识你那天起，我的命运便跟你联系在一起了。好，开战吧，一起开战吧。敖大人这新府邸真是气派非凡呐，正是一将郎苑临郎树，哎，去做门前桃李花呀！什么鬼话？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那些汉人的书读得多了，说话越来越咬文嚼字，让人越来越听不懂了？哎呦，有什么话你就不能直说啊？敖大人说的对呀，这南蛮子的书真是迂腐的很呐，不该读，不该读啊！哎呀，不该读！哎呦，班中堂，您瞧这个龙凤戏珠，妙得很呐！是啊。哎，像这种龙凤戏珠，那只有皇上和亲王才可用。我说诸位大人呐，你们觉得我鳌拜用这个，是不是有点愚智啊？哎，哪里呀？稍有一点愚智，那又何妨？以敖大人的功勋，早就该封王了。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啊，老夫只知道怎么尽忠报国。从来没想什么封爵封王啊！敖大人一心为朝廷，想这些事儿啊，他根本考虑不到啊。可是大家都知道，这朝廷全靠敖大人一个人呐。我说你这张嘴啊，就不能不乱说吗？这当今的朝廷是咱们小主子的朝廷，这小主子整天耽于玩乐。这朝中如果要是没有敖大人撑着，我看天下早就大乱了。你这话说的倒也是啊。你们说，咱们的这个小主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什么时候才能专心治理朝政呢？哎呀，小主子只顾玩乐，这不，今天呐又到南苑狩猎去了。哎呀，如此皇上，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用，走吧。行，继续往南走。等等，往这边走。皇上，狩猎场可在南边呢。朕不去猎场。那去哪儿？马兰村。父王，皇上，卞乐给皇上请安。
叔王，请起。山野之地只有粗茶，请皇上包涵。叔王，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，我想请你回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跟鳌拜决战。除去鳌拜，是早晚的事儿，只不过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鳌拜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别怎么说吧，就奏折，他直接拿到家里去批阅。早朝的时候，大家都没话说，由奏折直接送到鳌府，人们都称他的家为小朝廷。所以皇上就装作不理政事，到处游戏人间，让鳌拜以为地若好欺，仿效郑伯克断于鄢里的君王。姜还是老的辣，想不到朕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叔王的眼睛。那是由于乐乐了解皇上啊。如果皇上轻易地把朝政放手，甘于游戏人间的话，那么这10多年来，皇上就不会故意做出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了。惊天动地的事情，应该是惊天动地的祸事。皇上有什么旨意？安王爷，说实在的，要杀一个鳌拜，绝非难事。就算他是巴图，进出总有10多个人簇拥着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把他召进宫，赐他一杯毒茶，他必定服诛。可问题的难点不在这里，难点在杀了鳌拜之后，如何服众，如何统治群臣。对，现如今，鳌拜的势力已如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。如果贸然行动，那些边关的将领会以皇上弑杀忠臣为名，领兵回朝谋反。再加上朝中有些大臣，他们见利忘义，左右摇摆，明哲保身。到时候他们见势不妙，就会倒向鳌拜那边，那皇上就会落下个不君之罪，轻者则丢掉帝位，重者可就要天下大乱了。圣人先圣啊，为陆续把鳌拜的亲信党羽以升官为名发放各地，以削弱他在朝中的势力。其他王公大臣们只慑于其淫威，剧中会联络汉臣，所图会联络满臣。皇上是让乐乐联络宗室诸亲王贝勒。没错。鳌拜一倒，皇上就会缉拿他的党羽。如果再得到各方面的支持，朝政就会重新步入正轨，大功便可告成。那什么时候行动？10天后。什么？10天后？没错。10天后就是祭天的日子。我要在祭天之前，把他和他的亲信党羽一举拿下，然后在祭天之时公告天下，以正国威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鳌拜手握兵权。是啊，边关的40万大军，京城附近都联营的2万兵马，京畿9门提督下的3000精兵，再加上紫禁城的禁军，都掌握在鳌拜的手中。这一环一环都围着皇上。假如真的鳌拜被擒，任何一环的兵力都足以危及皇上。没错，这是最凶险的。不过我已经有对策了。
大人，鄂大人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奴才在吃面条。知道老夫的外号叫什么吗？压必中。这就对了。光听这外号，就知道老夫赌术精湛，赌钱，居然不叫上老夫，该当何罪？啊！来，我跟你们一起来。这几天我已经联络了一些汉臣，大家都表示愿意效忠皇上。王叔跟索额图也找过一些亲王和满臣，他们虽然有些惶恐，不过朕相信，只要把鳌拜擒下，他们必然站住阵阵。现在最大的担心就是鳌拜手中的兵权。尽力而为吧。5天，还有5天就是祭天之日，也正是我们行动之时。哎呀，我他妈的！哎，说吧，这赌钱不说点脏话也没意思。难怪别人都说鳌拜直必龙辞，鄂大人您真是没有架子啊！哎，跟你们几个狗奴才还摆架子，你们够格吗？是。来，看这个。他妈的，你傻子老婆呀，那么听话？哎，你他妈的，老婆才没那么听话呢。难怪别人都说鄂大人惧内，谁这么大胆的说老夫？哟，皇上，奴才叩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们在干嘛呢？这个别告诉朕，在吃面。不是，那是在赌骰子。赌骰子？哎，怎么玩？哎，一块来吧。这，皇上，鄂必龙，你还担心朕玩不过你吗？好，玩就玩。难道还怕当今天子输了不给钱吗？好，来。好啊！果然不错，还是你赢的最多。谢皇上夸奖。哎，为什么你叫压必中呢？那是因为奴才赌术精湛吧？啊？真的吗？鄂大人，下官倒是听说，那是因为您的运气特别好，每压必中啊。哎，那是，这个赌钱呐，运气最重要啊！不，我不是说的赌钱，那是什么？当年太宗皇帝驾崩，地位在先帝和睿亲王多尔衮之间摇摆不定，鄂大人就联合黄旗2大臣，盟誓立太子，终于助先帝即位，鄂大人变成了功臣。之后，睿亲王摄政，曾经3番5次的威逼利诱鄂大人投向齐营，可鄂大人还是选择了先帝，是吧？后来睿亲王猝逝，先帝有感于鄂大人的功勋，使鄂大人从此扶摇直上。到了最后，鄂大人便当上了皇上的辅政大臣，位极人臣。耿大人的意思是，本官无德无能，却还能够官至辅臣之职，那是因为运气好，每压必中啊！下官不敢下此结论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吗？那是因为先帝的恩宠。来，坐吧。谢皇上。鄂必龙，你真的愿把宝压在朕的身上？皇上天资聪明，仁厚爱民，奴才必定竭尽所能相辅，万死不辞。你真的愿把你的命压在朕的身上，万死不辞吗？奴才还是不明白，请皇上明示。朕只是跟你开个玩笑。
奴才参见皇上。敖大人请起。谢皇上。皇上召奴才进宫，有何要事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索额图跟朕说过好几次了，想当九门提督。九门提督？皇上，这九门提督掌管京畿3000兵马，京城安危系于一身，此谓非比寻常啊！正是因为非比寻常，他才会盯着不放。哪个当官的不想位高权重呢？可是这九门提督，索额图是皇后的叔叔，怎么说也是朕的长辈。你说他来向朕讨个官做，朕能不给吗？再说了，他动不动就搬出首辅索尼来说事儿，都被他烦死了。是啊，索大人一生忠贞，可是说什么？哎，我看这事儿，要不这样，你不是举荐季氏为工部尚书吗？这事儿啊，朕答应了。还可以让马尔赛任贵州总督，掌管西北大军粮草，这可是2个肥差啊，2个换1个，总可以了吧？皇上，朝中官员升迁，绝非等闲。皇上，您怎么可以拿它当作儿戏，用来交换？是啊，朕太随意了。我看这样吧，还是把这个职位给索额图吧，要不然他又得每天来烦朕。好了，清府。江山是皇上的江山，这大清是皇上的大清。皇上想要委任一任官员，奴才怎敢反对？那朕就乐得安宁了。奴才告退。皇上，你把乐乐迎回朝，再陆陆续续的把鳌拜的亲信外放，调离京城。我还听说，你把九门提督的位子让索额图去担当。我估计朝中能够联络上的，你都联络了。什么事情，一切的一切，也都部署的10有8、9了，怎么不来和我商量一下呢？虽然是在部署，可从未想过要隐瞒黄马魔。虽然相信黄马魔跟佛祖一样有天眼，看事情很透彻。虽然所做的一切都逃不过你的法眼。其实我今天要跟你说的就是鳌拜，他能侍奉3朝。这说明他绝不是一个粗鲁莽夫那样的没有头脑的人，他是彪悍的将领，深谙行军之道。兵书上有云：诱敌于不动，动则迅雷，歼敌于权。所以孙儿啊，你不可小看于他呀。孙儿从来就没小看过他，能有现在的地位，能权倾朝野，绝不是单凭运气那么简单。恰恰相反，虽然心里清楚，这一仗将是前所未有的艰辛，更是前所未有的凶险。可是我还有一句话要提醒你：筹之以2，防于未焉。任何事情都要做2手准备，以防事情生变呐。
还好吧？本王只是偶感风寒，并无大碍。那就该好好休息了。下官家里有一棵千年老参，明儿一早啊，我就给您送过来。那就多谢马大人。康王是朝廷重臣，您打一个喷嚏啊，那朝廷就塌了一半了，能不好好调养身子吗？啊？哎，敖大人，怎么看你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啊，没事。最近你府上好像清静了许多。没错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以前聚会的时候总是闹闹哄哄的，现在显得人少了啊。是啊，敖大人弟弟内大臣巴哈被皇上差往察哈尔审理阿布奈之事，侄儿苏尔玛则被差往科尔沁草原办差去了啊。还有5、6位都差往了外地呀。哦，照这么说，敖大人的亲信都不在京城喽？简亲王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没别的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敖大人身边好像太清静了点啊。这皇上安排我的人出去办差，有何不妥吗？这当然没什么不妥呀。对了，康王，安王回来了，听说他甚为关注朝事，经常宴请王公大臣啊。他可曾过府探望过您呢？没有。是吗？本王身体实在有所不适，改日再宴请敖大人和各位大人。我先告辞了。那我送你一块回去吧。好。那好，二位王爷，慢走。告辞，告辞，二位王爷慢走，恕不相送。前几天啊，朕把一小泥偶和一把小刀放在大哥面前，你猜他怎么样？他牢牢握着那把小刀不放，了不得。秦府啊，你就当他安达，教他骑射怎么样？我相信啊，这大哥以后啊肯定是个巴图鲁。怎么了，秦府？为何一言不发呢？是不是朕烦着你了？啊，皇上，这索额图不是想要个高官吗？奴才想让他做两广总督，皇上看怎么样？这可乐死他了。好啊，只是把他调离京城，恐怕皇后该不依了吧？好男儿志在四方。奴才的弟弟和侄儿不是都离开京城了吗？奴才跟皇上说过一个不字吗？敖钦府是巴图鲁，皇后是女儿家，不能相提并论。皇上，如果奴才坚持呢？好啊，那就调吧。不过他才刚夫人1天就要调走，有点不合礼数。哎，这样吧，等在祭天之日，大赦天下的时候，昭告天下，让他和皇后都高兴高兴。秦府，那是谁？他叫谢志，有便朱邪替佞臣之务。没错，幸好宫中有此神兽显灵，佞臣才不敢妄动。要不然，他们就会把他试掉。这兽终归是兽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在没有长好之前，分不清忠奸。皇上，所谓忠言逆耳，奴才以为千万不要错把说不好听话的忠臣当成佞臣，那样就不好了。卿府说的对啊，有的时候忠言真的会逆耳，要好好聆听别人的话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更不容易听进别人的话。
对了，皇上，我听您的意思，好像是在说老臣。怎么会？清府想太多了，总是一口一个老臣的，以前可不这样。哦，奴才知罪。皇上，今后奴才再也不敢在皇上面前妄称老臣。朕没这个意思，清府千万别想太多了。哦，对了，朕得去看大哥了，可得好好调教调教他。阿玛把皇位传给朕，朕势必一代代好好传下去，才能不枉阿玛的嘱托。那朕就不打搅清府办差了。看样子，小主子要动手了，应该就在4天后祭天的日子。那可怎么办呢？不用想了，叔叔，干脆反了。鳌拜已经有所察觉了。是吗？是的，鳌拜绝不是省油的灯。我们要搞这么一个大行动，他怎么可能闻不到一点风声呢？那该怎么办？这就要看鳌拜的了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。皇上，你看他会放弃吗？鳌拜对大清始终是忠心的。你胡说些什么？玄烨已经把你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是要除掉你而后快。你不反他，他就会杀你。小兔崽子，你给我闭嘴！息怒，敖大人息怒。我鳌拜一生为大清鞠躬尽瘁，辅佐3朝，我怎么能背上一个不忠不义的骂名？大人所言甚是啊，不过，敖大人，你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呐。你来说。敖大人，只有2个选择，哪2个？1，反；2，退。对，鳌拜是忠的，只是他开罪的人太多，他想要的也太多。如今他已是骑虎难下，退不下来了。退怎么退？班中堂说的对，敖大人，你可以假退呀。什么意思？敖大人可以辞去朝中辅臣之职。你想啊，这朝中的1、2品官员，大部分都是您的亲信，即便您辞去辅臣之职，照样不影响控制朝中的局势嘛。不过此乃是下策，小主子暂时还不敢动敖大人。可是，一旦他的羽翼丰满了，他必定要拔掉敖大人这根刺儿，还是死路一条。朝廷里的争斗历来残酷，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能够容忍功高盖主的大臣，就算能忍，也是时机不到，任之于一时。一旦大权在握，就一个不留。我指望鳌拜能懂。其实，我这是顺水推舟，有意让他知道危机已近了。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要给鳌拜一个机会。机会？什么机会啊？只要他能想通，愿意退下来，我就能保他善终，一生衣食无忧。哪怕被他压迫过的百官一同上奏，我也会保他。皇上，剧中自愧不如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换了我，只要一有机会，必除鳌拜，以免给自己留下无穷的后患。鳌拜虽然多行不义，但他曾经辅助过太宗皇帝，和阿玛也尽力辅助过我，功过相抵。我定会给他留条生路，否则我和他有什么区别？这是他最后的机会，一切全在一念之间。哎呀，
素闻敖大人剑炉藏尽天下名剑，果真不假呀。您手中这把刀，这是老夫年轻时用的刀。天聪3年，随太宗自喜峰口入长城，直扑遵化通州，杀敌无数。那是我大清第1次入关。好刀，好刀。那这把剑呢？天聪6年，这把剑随老夫攻宗哈尔，也是杀敌无数，最后终以长城为界，与大明形成南北对峙。好剑，好剑。那这把，这把剑崇德8年，伴随着老夫从容入关，终成我大清一统天下的霸业。好，敖大人当年仗剑杀敌1000万，是何等英勇，何等豪气呀！难道埋剑20载，今天剑就人睡，就可以忍气吞声，任人鱼肉宰割吗？说得好，剑就人衰。说得好，这么说，玄烨这一仗，您是接了？我接什么？我鳌拜一生，杀敌无数。可是从来没杀过一个满人，更不会杀一个满清皇帝。我不能背一个不忠不义的骂名。我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我大清的江山。哼！奴才鳌拜谨奏。恳请赐正，启准。大人，什么事？回大人，见亲王差人前来，请老爷过府一聚。我说2位，你们怎么都不吃啊？见亲王，你约本王来，就是为了吃这顿饭。好，你们都退下。好了，现在就剩下我们3个人。今天我德赛要说句犯死罪的话，可就算死了，我也死而无怨。敖大人，反吧！德赛，到此了。敖兄，你杀敌1000万从不皱眉，难道今天就怕听我德赛说几句话吗？有我鳌拜不忠不义的话，老夫不想听。好，那么就大清与水火的话，你总愿意听了吧？玄烨从来不是一个好皇帝，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，也比谁都痛心。玄烨任性妄为就不用说了，他跟福临月乐一样，都是满人皮撼人心。如果让他来执掌朝纲，他就会更加胡作非为。这么一来，我大清危矣。敖兄，你忠不是忠于一地，而是忠于大清。你不要再说了。见亲王，你认为这欺君的事，我鳌拜能做吗？你并没有欺君。要说君，他玄烨根本不是。真命天子应该是康亲王。德赛，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。
想当年，半张遗诏已经立了康亲王继位，是老佛爷强把玄烨推上去，而这龙位本来就该是你的呀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请别败坏我节书忠君之名。这些话，就当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告辞了。敖兄啊，我想了又想，你是唯一可以救大清的人，也是唯一可以救你自己的人。为了大清江山，为了你自己，为了那些追随你的人，敖兄，你一定得反。何况康亲王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根本无力理政，这大权还不是落在敖兄你的手里。再说，康亲王年纪比玄烨大得多，他能够体会到你的一片忠心。敖兄，你兵谏立新君，功勋无人能及，将来割地封王那也是顺理成章。所有这一切，都对敖兄你更有利呀。我鳌拜做事自有主张，用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。马尔赛，敖大人，皇上不是封你为贵州总督吗？你就马上赴任，带上老夫的密函，去见西北大将军，命他领8000人马日夜兼程，兵不饮食，马不停蹄，3天之内回京兵谏，重振我大清朝纲。敖大人要行动了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大清的基业。马尔赛，你还不领命吗？这。你去接管御林军统领一职。这。去把原来紫禁城内的御林军调到城外，以祭天为名，都换上我们的亲信。这。是先帝免死之人，对先帝忠心耿耿，动向难料。你去命阿斯哈带上兵部的手谕，牵制住他。如果他敢反抗，就把他杀了。好。不过，说这京城里的兵马，可都在九门提督索额图的手里。这紫禁城外是我的兵马，紫禁城内现在也是我的兵马，已经对他们形成包围之势。他3000精兵又算得了什么？还有一个部署。不过这个部署要用到出兵之前，这就是兵书上说的骑兵于阵前，制敌于兵府等变。这骑兵一招要在临阵之前用，扰敌军心，破敌部署，方可旗开得胜。
兄妹女自古成一对，办不懂是非是与非。明月清风，长夜相随，谁想谁，谁又忘了谁？一群沼泽，一江水，为了爱，有人愿受罪。心好累，好累，有思念频频举起杯。寒光中见玫瑰，醒了心有水，为一口气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每一个人转身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后悔。寒光中见玫瑰，醒了心有水，为一口气想到尾。